由于看不惯唐三的虚伪嘴脸，直接带领百级魂力穿越到了斗罗大陆，本想着可以当着唐三的面欺负一下小舞，然而却被系统告知，魂力都被一个10000亿血量的护盾封印，只有将其打破我才能百级成神，并且每打下来1点血量，我还会获得对应的奖励。于是为了早日虐唐三，我直接在武魂城摆起了擂台，招引全大陆的封号斗罗前来打我。结果刚摆出几分钟，比比东就派出黄金一代的3人前来砸场。紧接着在了解清楚规则后，邪月直接就亮出了自己的4圈魂环，黄黄紫紫，然后先释放出了第4魂技强化，又释放出了第3魂技破军。熟悉邪月的胡列娜还有燕清楚，邪月要动真格了。下一秒2柄月刃就交叉在我的胸前，然而邪月却感觉自己的刀好像碰撞在了一座山岳之上。见状我笑了起来，只见我胸前的皮肤完好无损，并且系统还提示我掉血10564，剩余血量9999999784463，伤害等级子，随机奖励成长晶石，奖励宿主成长灵石，这是目前为止我所受到的最高伤害。掉血1到5000属于白色级别的伤害，5000到10000则是黄色，10000到50000则是紫色。紧接着邪月力竭的半跪在地上，你为什么没有受到1点伤害？我笑了笑，你能达到紫色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我伸手将1枚紫色晶石送到了邪月的胸口处。胡列娜见状立即跳上了探台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别担心，那只是成长晶石而已，你哥哥此刻的魂力等级想必已经升了1级。邪月听闻立马盘腿坐下调整内息，片刻后他睁开双眼，脸上写满了狂喜，我竟然突破到50级了，太酷了。随后邪月面色郑重地看向我，当即单膝下跪，是晚辈有眼无珠，只是晚辈不解，您有如此通神的本领，为何要一心寻死呢？此话一出，围观的魂师却不干了，好家伙，求死这好歹是人家的心愿嘛，咱就别干涉了，就做好事，尽量满足他呗。见状我冷声道，一个一个来排好队伍，每人2次机会，刮痧请回，不要耽误别人和我的时间。很快燕也走了上来，准备向我发起攻击，随着他的第4魂技岩浆翻腾冲向我，系统也再次出现，掉血9995，伤害等级黄，随机奖励火焰操控熟练度加100，宿主奖励获得火焰操控力，且熟练度加10000。我立马一惊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现在就算我还不是一名魂师，也能操控火元素了，但我依旧表情淡漠，可惜啊，差一点点就达到紫色级别的伤害了，只能给你一个黄色级别的火焰操控熟练度增加奖励。说完，1枚黄色光团就钻入到了燕的胸口。这一瞬间，燕确实感觉到了自己对火焰的理解更近了几分，但她却开心不起来，随即问道，前辈可否告诉我差多少到紫色级别的伤害？我表情微妙的看他，大概也就是3岁小孩捶上一拳带来的伤害吧。燕闻言睁大眼睛，怀疑人生的后退一步。这时邪月看向胡列娜，娜娜，要不你也试试吧。胡列娜却说，我的魂技多为辅助，伤害并不高。邪月却摇摇头，你忘了我们可是有武魂融合技的。胡列娜却有些为难的看向我，她和哥哥的武魂融合名为妖媚，绝对要比邪月的攻击强上几倍。紧接着胡列娜蹲下来，认真的朝我问道，前辈您真的没有什么遗愿吗？她离得很近，一股少女幽香扑面而来，我也是第一次较为认真的打量起了胡列娜的面容。斗罗美女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来，而是闭上眼淡淡道，记得用点力。听闻他俩也不再废话，直接施展了武魂融合。下一刻，妖媚从粉色迷雾中走了出来，她身高超过2米，穿着一身铠甲，只听一道不男不女的声音传来，前辈走好。我抬头望去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种程度的伤害应该能到黑色级别了吧。然而伴随着一阵金属的碰撞声，砍在我头顶上的月刃弯刀却突然产生裂纹。妖媚不男不女的声音无比震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刀竟然碎了。不仅是她震惊，就连台下围观的人也看傻了眼，被武魂殿黄金一代的武魂融合技当头一劈，人没事，刀特么裂了，这简直离谱。这时妖媚身上的铠甲也开始碎裂消失，重新化成了邪月与胡列娜2人，而我则看向系统面板，掉血41328，伤害等级子，随机奖励精神力加1000，奖励宿主精神力加10000，这让我有些懵逼，这伤害竟然还没有到黑吗？看到紫色光芒浮现，胡列娜与邪月突然泄了气的同时坐在地面上，他们刚刚消耗了这么多的魂力，居然都没有达到下一个伤害级别吗？我安慰道，不过奖励还是比较可观的，这次是精神力增长1000。听闻邪月连忙指了指胡列娜，奖励给她，随即1枚泛着紫色光芒的光团就送到了胡列娜面前，融入进了她的身体里。片刻后，胡列娜发现自己的魅惑技能竟然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强了1倍。邪月闻言挠了挠头，怪不得我刚刚突然觉得妹妹变得更漂亮了些呢，是吗？我神色一动，让我看看，去你的！胡列娜嗔了一声，我咽了咽口水，还别说，我也觉得胡列娜变得更漂亮了些，但我很快明白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被女色所吸引呢？先忍忍，等把护盾的血量清零，解锁了魂力，到时候再开后宫也不迟。紧接着胡列娜说道，我要回去禀告老师。邪月却说，其实我更好奇教皇冕下会在前辈身上打出什么程度的伤害。闻言胡列娜脚步一停，笑着看向哥哥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我刚刚也在好奇这个呢。看着那两兄妹朝着武魂殿的方向走去，我也跟着期待了起来。武魂城大半的高手都在武魂殿呢，赶快回去为我宣传宣传吧。与此同时，武魂殿内刚刚准备进入教皇殿的邪月与胡列娜2人突然放慢脚步，
因为他们此刻正好听到燕正在与人情绪激动地谈论着某事。老师，你相信我，就是因为那位前辈，我攻击了他，所以我的火焰温度提升了。一派胡言！反驳他的是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。这是燕的老师燕英斗罗，看到两兄妹回来，燕像是看到了救星似的，连忙跑了过来。老大，娜娜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赶快跟教皇冕下还有我老师说说，我刚刚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？两兄妹闻言，动作一致的点了点头。比比东这时看向胡列娜，因为胡列娜在他面前从不轻易说谎。紧接着燕英斗罗不屑地说：“臭小子，朝我释放第一魂技，让我看看你的火焰温度是不是真的提升了。”燕果断照做，第一魂力地狱岩浆冲。很快燕英斗罗的表情就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他很清楚，这地狱岩浆冲还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确实变得比以前更烫。见状，胡列娜也开始为燕辩解，可这时比比东却笑了起来。打人掉奖励这种事本座还是第一次听到。随后比比东来到胡列娜身边，阴色严肃道：“娜娜，你这次怎么也跟着他们一样胡闹起来了？老师，不信的话，您现在看我。”比比东闻言扭头，突然间对上了一双粉色的魅惑眸子，在精神力增长的加持下，胡列娜的魅惑能力竟然让此刻的比比东注意力涣散了片刻。看到比比东脸上出现的诧异表情，胡列娜颇有一番得逞的快意，这就是徒儿刚刚从那位前辈身上获得的精神力奖励。比比东听闻眯起眼睛，你当他是创世神吗？老师，你若不信，不如就跟我们前去探探究竟吧。比比东背对着胡列娜冷笑一声，本座怎么可能会因为你们几个小孩幻想出来的事情亲自前往一趟，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，就让燕英长老去吧，等他回来自能一辨真假。与此同时，燕正兴致冲冲地为燕英长老带着路，渐渐看清了前方的景象，燕英斗罗不禁冷笑一声，还真有这么多人相信会有杀人掉宝的事情。燕，你瞅瞅你现在都沦落为跟这群乌合之众一样。燕有些气恼，孰真孰假，老师亲自一试便知。你这臭小子，你老师我此次过来就是专门打假的。紧接着燕英斗罗昂首挺胸地走到我的面前，可看到坐在看台上的我后，他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没想到居然只是个小屁孩。随即燕英斗罗咳嗽两声，小子，听我徒儿说了你的事情，老夫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只需要承认我徒儿的火属性提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次我可以不让你难堪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表情依旧冷漠。怎么，徒儿从我这里得了好处，做老师的反倒不敢承认了？燕英斗罗听了心头震惊，我操，这么嚣张的吗？而我则再次挑衅道，有胆杀我吗？我能让你达到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。燕英斗罗瞬间破防了，于是就提出要和我比火。然而不等他说完，我就伸出手向前推了一掌，没有看到火焰，空气却已经变成了滚烫的热浪。紧接着，燕英斗罗瞪大的瞳孔中突然燃起了熊熊烈火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全身汗毛炸起。身为封号斗罗的他，竟然从这火焰的温度上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，还有一种来自温度上的彻底碾压。极致之火宛若洪荒猛兽一般，在燕英斗罗的面前愤怒地咆哮了一声，随后被我精准控制着收回。很快，燕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吸了吸鼻子，貌似闻到了什么烧焦的味道。只见燕英斗罗面容通红，眉毛胡子被烧得卷曲，燕英斗罗却只是怔怔地看着前方。老师，你还好吗？下一刻，燕英斗罗大睁着双眼，双腿一软地跪了下来。他喃喃道：“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让我看到极致之火出现。”紧接着，他呆呆傻傻地笑着。这时，燕推了推燕英斗罗，却发现他直接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，嘴里还在不停念叨着极致之火。见状，我不禁皱眉，就这点心理承受能力还敢出来叫嚣，白白丧失了一次刮盾机会。带他回去好生休养，养好了让他过来砍我。燕连忙点点头，随后就驮着燕英斗罗一路狂奔回到了武魂殿。刚进殿门，燕一个没注意撞在了两个并排行走的男人背后，燕英斗罗随即滚落下来。这不是燕和燕英长老吗？长相阴柔的菊斗罗回头看了眼二人，诧异道：“听闻你们师徒二人去找了那个寻死的少年，这是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”燕尴尬的挠挠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燕英斗罗居然动作灵活的起了身。燕睁大双眼，老师，你还真的在装死啊？臭小子，不装死能行吗？要不然老夫都不一定能活着回来。我得赶快去跟教皇冕下说说这件事去。菊斗罗与鬼斗罗奇怪的对视一眼，燕英斗罗怎么了？很快教皇殿内，燕英斗罗开始狼狈的哭诉经过，但却没有认证攻击会掉奖励的事情。见状，胡列娜立马蹙眉道：“攻击掉奖励是真的。”比比东看着焦躁的徒儿，立马板着脸说：“娜娜，我承认他确实是个天才，但天才和神之间是有区别的。”而胡列娜突然朝前走了几步，漂亮的脸蛋上神色坚定：“老师，你敢和我打赌吗？”比比东瞥了他一眼，有何不敢？但既然打赌，就要有赌注，正好趁此机会激励这丫头努力修行。你输了，就罚你关禁闭到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举办的时候。胡列娜立马同意，并说：“那要是老师输了，我希望老师能亲自登门拜访，利用教皇的权力满足前辈的一个遗愿。”比比东目光闪烁，遗愿真是有意思，本座答应你。说完望向殿门的方向，你们三个还要鬼鬼祟祟的在外面听到什么时候？这时菊鬼斗罗还有燕三人立即走了进来，随后比比东就命令菊鬼斗罗去验证这个事情。很快等他俩赶到后，来自于封号斗罗的气场压制，一瞬间让众人血液凝固，不自觉地为他俩让出一条路来。紧接着菊斗罗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也不再废话，直接说明了此次的目的，而我正求之不得。毕竟封号斗罗的攻击可是不常见啊，
可就在我准备好迎接黑色级以上的奖励时，对面却响起了菊斗罗的声音：第一魂技，菊刃。菊斗罗右手前指，黄色的第一魂环同时发出亮光。与此同时，所有花瓣汇成漫天花雨朝我进攻了过去，猛烈的攻击如暴风雨一般疯狂降落在我身上。这怎么可能？菊斗罗震惊地收回右手。此刻，在他的视野中，鎏金色的菊花花瓣落在我身上，就像是撞击在坚硬磐石，花瓣朝着四周弹开，完全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。菊斗罗不禁咽了咽口水。菊刃施展在他人身上是杀人利器，施展在这小子身上怎么跟变成了真菊花一样？你当老子拿花瓣砸人呢？攻击渐渐停下，掉血49561，剩余血量999999870741，伤害等级子。随机奖励第一魂环年限提高1000年，宿主奖励第一魂环年限提高10000年。我看了眼面板，不禁摇头苦笑，自视清高的封号斗罗呀，只用了第一魂技，连黑色级别的伤害都没达到，虽然只是差一点点，但我依旧表示看不起，冷冷道：伤害49561，紫色级别，现赠予你紫色级别奖励，第一魂环年限提高1000年。我说完，手中凝聚出一枚紫色光团，朝着菊斗罗飞了过去，并融入进了他的胸口里。49561，菊斗罗还在念叨着这串伤害数值，紧接着便看到一枚紫色光团融入进了自己的身体。他抬头嗤笑道：我没听错吧？你能让我的第一魂环提升1000年？你没听错，提升的同时还将你的第一魂环承受上限提升了1000年，所以尽管放心，不会反噬的。我没给他好脸色，同时对刚刚的攻击做出评价。另外，伤害49561，菜。菊斗罗抽了抽嘴角，紧接着有些好奇释放出了自己的魂环。在看到第一魂环的景象之后，他惊得睁大了眼睛，真紫色了。第一魂环原本是黄色的百年，因为提升了1000年的年限，竟然真的变成了紫色的千年魂环。菊斗罗难以置信的咽了咽口水，看向我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复杂且炙热了起来。鬼斗罗同样看呆了，他鬼使神差的跳上了台，推开菊斗罗说道：菊花让开，到我了。菊斗罗还没缓过神来，突然就被鬼斗罗推了一个趔趄，他稳住身子，深吸口气看向我：前辈，这魂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抬眸淡淡的看他，当然是真的，自己使用魂技一试便知。另外说一句，这个奖励对于封号斗罗来说很低级。看着我投射过来的那种看垃圾一般的眼神，菊斗罗宛若遭受了晴天霹雳，鬼斗罗心脏砰砰砰的跳了起来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前辈，我准备攻击了。我轻轻点头，请。鬼斗罗气息内敛，突然汹涌磅礴的魂力从体内迸发，他面色狂热的大喊一声：第五魂技！菊斗罗闻言脸色一僵，他当即大骂道：你特么的，你不是说用第一魂技吗？怎么变成第五魂技了？鬼斗罗老脸一扇，装作没听见菊斗罗在一旁的质问。能伸能屈才是真男人的作风，只有娘娘腔才会自视清高，固执己见，还敢释放第一魂技。你瞅瞅你的第一魂技造成的伤害，被这小子嫌弃成什么样子？有你的前车之鉴，我自然不能傻傻的去释放第一魂技啊！咱们可是堂堂武魂殿长老，封号斗罗，周围这些魂师可都睁着眼睛看着，打出来的这不叫伤害，叫牌面。鬼斗罗可没自信自己的第一魂技所造成的伤害会超过菊斗罗，所以干脆释放第五魂技。这寻死的小子貌似只在意最后的伤害数据，才不管你释放的是第几魂技。而且鬼斗罗差不多也看明白了，我是真的奔着寻死的念头坐在这里。毕竟正常人谁会这么欢迎别人过来攻击自己，还鼓励使用最高伤害的攻击？这样的寻死狂热分子，鬼斗罗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他终于遇见比他还要更阴间的人了。不过他也是真的眼馋着掉落下来的奖励啊，希望最少也能跟那死菊花一样，掉落个魂环年限提升的奖励。这可是魂师后天无法改变的天赋，无比珍贵。第五魂技鬼影杀。鬼斗罗面色阴沉如水，粗壮的手掌朝前伸出，一团黑色漩涡在他掌心凝聚，显得阴气森森的。这一刻，众人仿佛听到了鬼哭狼嚎的一般的声响从漩涡中传出，周遭空气温度下降，这是来自骨子里所散发出的寒意。许多人都忍不住原地打了个寒战，菊斗罗牙齿都快咬碎了。这死鬼说好第一魂技，竟然释放第五魂技，跟老子玩阴的是吧？尽管心里再不满，但他也没有打断鬼斗罗的攻击。毕竟菊斗罗一是想看看这少年会不会在老鬼的第五魂技下活命，二是想看看这少年所说的更高的伤害等级，貌似是黑色等级，会掉落什么样的奖励。这看台搭到现在，终于是开张了呀！我微微抬起脑袋，嘴角不着痕迹地流露着一抹贪婪的笑容，就像是一只饿狼在盯着小绵羊似的。鬼斗罗不经意间瞟到了我的眼神，竟然忍不住站立了一下。说起来还真是好笑，围观魂师因为他的魂技站立，他却因为我的眼神站立。鬼斗罗总有一种这小子在盯着自己的魂技流口水的感觉。阴森的鬼影从鬼斗罗的掌心中一个个冲了出来，一出场便凝固住了现场的整个气氛。来自阴间的寒冷降临在每个人的心头，鬼影们的速度很快，个个面孔狰狞地朝我扑了过去。他们在我的身上撕咬、砍杀，本是一个群体攻击的魂技，此刻所有的攻击行为都集中在了我一人身上。鬼斗罗咽了咽口水，看着被黑色鬼影团团包围住的我，突然有些担心，别真死了。他还是第一次将这个群体攻击集中释放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可是渐渐的，鬼斗罗的表情出现了变化，他竟然是第一次在鬼影的身上看到接下来的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反应。每一只鬼影的攻击动作从无比疯狂到越来越慢，越来越迟钝，甚至还有一只鬼影疲惫的吐出了黑色的长舌，累得弓起身子。没过多久，鬼影一只接着一只溃散，口中连连发出一声不甘的哀嚎，而其中的我也渐渐显露出来。鬼斗罗好奇的上前，眯起眸子紧紧盯着。正常情况下，身体本应该四分五裂或者被吃的骨头都不剩的我，此刻竟然完好无损的坐在原地。鬼斗罗擦了擦眼睛，不是吧，逗我呢？菊斗罗的面色也变得古怪了起来。本以为第五魂技总该会对这少年造成什么伤害，可他发型都没乱。我看向面板的数据，掉血99321，剩余血量999999784234，伤害等级黑，初级。随机奖励突破晶石，宿主奖励突破灵石。这次的全新伤害同样激发出了许多新的玩意。
我花了一小会的时间查看了系统注释，黑色级别以上的伤害，貌似开始细分出了初级、中级和高级3个具体的区域。黑色等级的伤害在5万到20万之间，细分为5万到10万之间是黑色初级伤害，10万到15万是黑色中级伤害，15万到20万是黑色高级伤害。同理，后面的红色等级、金色等级、彩金色等级也有初中高3个精细划分。怎么样啊？伤害多少？前辈怎么不说话？鬼斗罗搓着手，小声问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等待伤害结果的过程竟然让鬼斗罗有些紧张。我抬头，脸上露出一副浅浅的笑容。看到笑容后，鬼斗罗莫名松了口气。毕竟之前我对着所有人几乎都是摆着一张臭脸，一副瞧不起他们的伤害的模样。这小子对他笑了，说明伤害肯定不俗啊！伤害99321，被我判定为黑色初级伤害，只差600多的伤害就能达到黑色中级伤害。我微微笑着解释道，同时说出了一句让鬼斗罗异常激动的话：这伤害打破了刚刚菊斗罗的伤害，成为了历史新高。鬼斗罗睁大眼睛，历史新高？还是踩着这菊花脸打出的历史新高？听到这里，菊斗罗一脸阴沉，拳头握得咔咔响，周围的魂师却集体震惊。天啊，这就是封号斗罗吗？9万多的伤害，我想都不敢想，他这已经接近10万了。我貌似确实是第一次听到黑色级别的伤害，会是什么奖励呢？鬼斗罗听着别人的讨论，听得口干舌燥，这下立即将目光投向了我。前辈，请问我的奖励是什么？我伸出右手，比心式的手势上出现一枚黑色的光团，所有人都眼光炙热地盯着这枚黑色的光团。第一次出现的黑色光团，历史性的一刻。黑色初级奖励，突破晶石。这和成长晶石不同，成长晶石只适用于68级及以下的魂力增长，突破晶石则适用于93级及以下的魂力增长。我说完问道，你目前多少级？鬼斗罗怔怔的回应，正好93级。那么恭喜你，你要94级了。一般来说，成为封号斗罗之后，魂力每增长1级都难如登天，尤其是95级以上，而突破晶石能做到93级及以下的任意魂力增长1级，从93级升到94级，已经最大程度的发挥出了它的作用。你很幸运。听完我的解释，鬼斗罗有些激动的抬手理了理思绪，等等，前辈，其他的我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这玩意真的能让我升到94级吗？我低哼一声，手中的黑色光团被他用指尖一弹，撞在了鬼斗罗的胸口且融入了进去。这黑色光团就像是承载着巨大的力道似的。鬼斗罗一个没站稳，连连后退几步。老鬼，菊斗罗上前，紧张且期待地看着鬼斗罗，后者闭上眼睛，细细地感受了片刻。突然他睁开双眼，一股狂喜之色流露于面庞。鬼斗罗激动到卡壳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死菊花，我94级了，比你高1级了。菊斗罗刚刚还好奇着呢，听到这里，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僵硬下来。他一脚踹在了鬼斗罗的身上，心里简直郁闷到了极点。后者坐倒在地上，脸上也不见生气，拍拍屁股又站了起来，朝我恭敬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朝着菊斗罗走来。那个老菊啊，你我既然都验证了，那就赶紧回去向教皇冕下禀报此事吧。想提前看护盾系统的宝子们，可点击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，搜索护盾系统可提前观看。